这里是监狱，也可能是某种地下设施。啊，那是什么？有个人倒在地上，我们去帮他。啊，怎么回事？影像被……那个人不见了。哎，查特，查特，没有出现呢，是投影装置出故障了吗？难说。哎，看那边，那是星球警卫队的机甲。或许他知道发生了什么。喂，你们怎么还没有去避难？要是03号萃取机也中奖了，在这里要不了半分钟就会被活埋。中奖？你们不是乐园里的居民？这种事就先别管了，告诉我们到底发生什么事了。还能是什么事？星岩的萃取机又发生爆炸了。这么说来，之前查特好像提到过。技术上的东西我也不懂，反正你们知道是用来从星岩中提取能量的装置就行了。既然这种装置这么危险，为什么还要使用它？危险的根本不是什么装置，而是星岩本身。对呀，据说这种能源源于一种叫做星岩的矿石，不仅储量惊人，效率极高，而且性质非常安全稳定。啊，等一下！这也太蹊跷了。话说，那个叫查特的家伙如果一直不现身，我们难道会被一直困在这段影像里？唉，去附近找找看吧，顺便看看还有没有别人。闪开！这些也是投影吗？小心！这些攻击是真的打到了我们身上。百步穿杨，闪开！目标锁定。看起来这里的终端似乎不需要特殊权限也能查看。查特，你这家伙跑到哪里去了？为什又消失了？他似乎也想让我们查看一下这台终端。你是说，他们是凭空出现的？是的，博士。至少在昨天，这些星岩还不存在于012号仓库，有至少5位工人可以充当目击证人，但比起这个，还是监控画面更加直观。天哪！正如你所见，博士，这些星岩就这么出现在了本来空无一物的空间里，就在一眨眼的瞬间。这件事需要上报给警卫队吗？不，先不要，让我想想，先让我想想。对，我们需要先做一些验证。我不明白，即使经过了半年的专项研究，那么多的实验，为什么星岩竟然会被如此非科学的、超自然的因素所影响？虽然这也能够解释我们为何在化石能源时代从未发现这些矿石，但这怎么可能呢？星岩
居然是因为人们的愿望而产生的。星球勘察队要解散了吗？是啊，地表的生态环境已经因为频发的星岩爆炸而遭受了不可逆的严重破坏。对连在地面居住都已经成为奢望的我们来说，仰望天幕之外已经成为了遥不可及的梦。孩子，我很抱歉。我知道，加入星球勘察队一直是你的梦想，一切都是我们的过错。我们冥顽不化，死死地抓住星眼这棵救命稻草，而放弃了其他的可能性。我们自以为找到了捷径，却没想到，反而是将自己困在了死胡同。阿什利博士，您可别气馁啊！虽然没法加入星球勘察队了，但我还可以帮您研究星岩。只要我们彻底搞清楚星岩为什么会因为人们的愿望而出现，还有为什么会在毫无变化征兆的情况下爆炸，我们一定可以。积极乐观一直是你的强项，孩子。不过，请答应我，不要和我走上相同的道路。博士，把自己的一生奉献给星岩的研究，如此一来，我们和我们的星球终能得救。年轻时，我一直坚信着这一点，但当我回顾这些年来的付出，我才赫然发现，我对星岩的了解竟然几乎一点也没有加深，就和研究所里的其余人一样。星岩就像是某个神明的恶作剧的产物，它如此不合逻辑，如此匪夷所思，却又无比真实地存在在我们面前，让苦于能源的我们只能饮鸩止渴。我不明白，孩子，我真的不明白。我感觉自己被某种看不见的墙挡在了真理的门外，而那恶作剧的神就在里面嘲笑着我。博士，你没事吧？我没事，好孩子，听听我这个老人家的劝告吧，不要去追寻那虚无缥缈的星岩了，去找欧文博士学习智能系统的相关技术吧，或者跟着弗雷德博士实习，了解一些地下庇护所的知识。阿特拉斯也即将动工了吧？努力抓住一些你能抓得住的东西吧，查特。刚刚那些是，似乎是凋零之星上的星岩研究者留下的一些记录。看来，这种叫做星岩的物质，并不像它刚被发现时人们认为的那样具有安全性，而是会无缘由的发生爆炸。之前看到的那种末日一样的星球地表，原来是因为这个才。可既然是这样，为什么凋零之星的人还要继续使用星岩当作能源？这不是自寻死路吗？恐怕他们也没有选择。如果不使用这种诡异的矿石带来的能源，他们的世界也会因为能量凋敝而消散。刚刚那位女性研究员说他们是在饮鸩止渴，可谓是非常贴切的形容了。没错，除了使用这些不知道哪天就会把我们统统炸死的狗屁矿石，我们别无选择。查特，啊，不好，你居然在两位女士面前使用了如此低俗的词语，请原谅我。查特，我有一些问题想要问你，而且如果可能，
我们也想帮助你和这颗星球上的幸存者。你很善良，来自星外的漂泊者小姐。虽然我觉得你们的出现对这颗已然死去的小小星球来得太晚了一些，请跟我来吧。这次你又想要给我们看什么？这颗星球尚且存活时的余晖，我们，用您的话说，凋零之星上的人们的最后一天。时间将回到新延历199年的最后一个傍晚。对了，让我把我的好邻居们都请出来吧。他们是？和我一样，他们都曾经是地下庇护所阿特拉斯的居民。为了取代无法居住的地表，我们建造了上百个这样的庇护所。同时，庇护所的特殊结构也能将星岩爆炸控制在一定的范围内。至少设计意图是这样的。不过实际上，我们根本没有任何材料能够抵挡住星岩爆炸的冲击。那种力量，对，我想将之称为命运的洪流也不为过。其实我并没有特地描述它的必要，因为两位很快就能看到这一切了。喂，你们怎么还没有去避难？要是03号萃取机也中奖了，在这里要不了半分钟就会被活埋。你们有谁看到了我的孩子？艾伦，艾伦！快看紧急联络！乌拉诺斯的中央萃取机刚刚也发生了爆炸，还有福伯，到处都在爆炸。别推我，滚开！我早就告诉你们，星岩是诅咒，是神罚，这一天终于要来了。我们得赶紧去避难。你们没听见警卫队的话吗？去哪里避难？到处都是该死的星岩仓库和萃取机。去地下，更深的地下。如果这些爆炸产生连锁反应，那就……这是星岩历199年最后的一个傍晚，17时11分，距离星岩历200年只有不到7个小时的时候，凋零之星的101座地下庇护所的星岩萃取机和星岩仓库，有98%在进入17时后的10分钟内发生了爆炸。爆炸在地下汇聚，如同火山喷发般，在瞬间摧毁了几乎所有的庇护所，将当中的一切气化，并以不可阻挡的势头掀开了星球的地表。当这一切结束之后，凋零之星如你们所见，变成了现在的样子。世界泡的非自然死亡吗？说到底，这个星岩到底是什么来头啊？我可从没听说过量子之海里还有这么危险的东西。刚才的记录里有提到，星岩是由愿望产生的，那究竟是什么意思？就是字面意思。能说的再具体一些吗？假设一座地下庇护所里的所有星岩储备已经快见底了，各种设施都因为缺少能源而即将停转。在这种情况下，当这座庇护所里的人们第二天打开星岩仓库，大概率会发现他们的库存已经得到了补充。星岩确确实实会凭空出现？怎么可能？就算是在量子之海，这种事情也太蹊跷了。给定条件的无中生有，这根本不符合概率学，倒不如说更像虚数测的虑者全能。查特，现在庇护所里还有星岩的储备吗？喂，绮罗，你不会是想……如果能带一块回去给长老他们看看，或许……很遗憾，当大爆炸发生之后，这个星球上所有的星岩就好像一并充当了爆炸的燃料那般，全都消失不见了。它们就和煤炭纪元结束时突然出现在我们面前时一样，又突然消失得无影无踪了。等等，你为什么这么确定？或者说，你究竟要怎么查明星岩全部都不见了？查特，你并不真的是之前我们看到的和阿什利博士在一起的男孩，对吧？从时间上来看，
你也不太可能存活到现在。而且，阿什利博士提到过，你们拥有与智能有关的技术。你很敏锐，尤克小姐。我的确是伟大的查特博士用自己的人格数据制造出来的分身，只有这样，我才能代替他，继续在这个残酷的世界守护幸存者们。但是，如你们所见，这颗星球上已经不存在什么幸存者了。我很抱歉。抱歉？不，你无需感到自责，尤克小姐。在你们到来之前，我已经丧失了自己存在的意义。但此时此刻，我才知晓命运为何唯独让阿特拉斯的信息统合系统在灭世之灾中存留了下来。这是什么声音？两位，沉重的话题还是就此打住吧。毕竟今天可是无比具有纪念意义的一天。在大爆炸发生的167年后，阿特拉斯终于迎来了2位新的居民。居民？你该不会是在说我们？那个，虽然我们确实同情你了，但是我们可没有在这里住下去的打算。不，往日的阴霾已经过去，接下来就是我们的星球重拾辉煌的年代。启罗，他的样子有点不对劲。目标锁定，和刚刚袭击我们的家伙一样。总之得小心一点，被他们打到可是真的会受伤。技能系统切换至金属模式，全装甲解除国旗限制，为我们的客人奏响欢快的礼乐。支援完成，百步穿杨，啦啦啦，接住了，目标锁定，闪开，真敢来啊！百步穿杨，期待已久，我也是哦。表现完美，目标看，能让客人们停止舞蹈。看来他已经没有库存了。趁现在想办法离开这个全息空间吧。是之前看到过的男人。这个人难道对查特有什么特殊的意义吗？啊，他的身边。这是，和查特一模一样。恐怕，这才是真正的查特博士吧。我们回来了。喂，奇洛，你去哪里啊？等等我。准备回糖果屋了，尼古拉斯。我们在这个世界炮，已经没有什么能做的了。
长老，长老，我听得见，你先别吵。可自从听了我和绮罗的报告，你已经沉默了快10分钟了。姿势体大，怎么能不好好思考啊？这也不算有什么事吧？虽然凋零之星上是有一些类似天上之人的生物，但是它的灭亡和天上之人一点关系都没有啊！而且他们本身也灭亡了100多年了。实话说，我都觉得自己白跑了一趟。你这个傻瓜，看事情怎么能只注意表面？你就不觉得那导致世界衰亡的星年有问题吗？长老，星炎是某种武器吗？哦，看起来你看的倒是比黑糖这家伙深一层嘛。不过，倒也不够深入核心呐。武器？不，这还算不上他的武器。他？如果我告诉你们，像凋零之星这样被摧毁的世界炮还有很多很多呢，不是出于自身的损耗，也不是因为量子之海的无常，而是被一股无形的恶意所抹除。那恶意被巧妙地隐藏在规则之下，看起来甚至近乎天理，近乎自然。如果我告诉你们，这样的事情从过去就一直在某些维度里疑似发生呢？那股恶意就是他，可是他究竟是什么？我们不知道他的名字，甚至不知道他有没有名字、形体或是思想。我们光是在海的斑驳中一瞥他的掠影，都已经是如此困难。长老，这究竟是？量子之海真正的深渊。锁。啊，我讲完了，以上所有就是我偷藏的底牌。休格斯一族和星际捕食者天上之人，死掉的世界炮凋零之星，还有量子之海的深渊，缩。信息量太大了，稍等一下，我做个笔记。你怎么看，普罗米修斯？在叙述的过程中，目标时与绮罗的呼吸、心跳、血压和皮肤湿度都没有出现指数异常。我推测他有92.6%的几率是在说真话。不过，即便如此，他说的内容依旧像是天方夜谭。是吗？我倒是觉得有点意思。大崩坏之后，世界变得太和平、太无趣了，也该来点外星人入侵之类的刺激了。你先闭嘴。唉，看，尽是些说出来也很难让人相信的内容，对吧？如果不是情况已经到了不得不说的地步，我本来也不想给你们徒增混乱。不过，绮罗前辈你说的这些可怕的事情，和岩雪圣城、沙铁国度这2个世界炮的状况有什么关系吗？根据金平堂长老所说，凋零之星的现象，世界炮的非自然或者说过早的衰亡，并不是个例。
长老通过大量的观察发现，现在的量子之海中，这种异常的世界泡正在变得越来越多。你是在怀疑这里黑与白的2个世界泡也出现了这种异常？没错，实际上就是因为长老看出了这种苗头，我才会只身来到岩雪圣城，打算查清楚到底发生了什么。你的那位名叫尼古拉斯的同伴没有跟你一起来吗？休格斯一族是谨小慎微的种族啊，我自己肯定算是个例外。不过从历史的视角看，也正是这种谨小慎微的特质，让休格斯得以延续至今。金平堂长老态度坚决，不愿意让族人以身犯险，尼古拉斯当然也只能听从他的命令。哦，那你是？我是偷偷溜出来的，怎么不行吗？啊，凋零之心的惨状，我可不想在其他世界泡里再次目睹了。绮罗前辈，总之，如果真的有某种意志在催化世界泡的衰亡，如果说是确确实实存在的，那么我必须尽快将其扼杀。这个念头在我脑海中一直挥之不去，让我坐立难安，于是我就出发了。希尔、苏莎娜，看来我也没有资格说你们呢。绮罗前辈，太帅了！原来如此，所以那时候你才会想要刺杀米斯特林。你误将他当成了梭的使徒。谁让他的非人气息那么浓重呢？想不让人觉得可疑都难。还有，你们当时不是在胁迫那个旅店老板吗？哼，你俩一看就不像是什么好人。唉，被绮罗小姐这么评价，就算是我也会伤心的。我们只是在友好的询问问题而已。哼，我第一个不信。连我的评价也被牵连了吗？我们还是回归正题吧。绮罗小姐，按照你此刻坦诚的说法，我们身处的这2个世界泡也处在一种被人为修改了某种规则的异常状态。没错，2个世界泡在空间上的反向对称，沙铁国度的精神体拥有在岩雪圣城生活过的记忆，以及米斯特林所说的2个世界的融合，这些都是异常的体现。可是，我们在谈论的并不是本真世界。在像世界泡这样本身就具有特殊性的空间中，荒诞也可能是一种合理。我明白你的意思，博士。你是想说，或许这些现象在世界泡内原本就存在，它们只是这里的常态，对吗？不能排除这种可能性。我原本也有这种怀疑，但是金平堂长老的观测是以一段很长的时间为周期。早在本真世界人类的文明刚刚重建之时，他就已经观察过这里。托他老人家长寿的福，我得以知晓了一个事实：原本在这个坐标上只存在一个世界泡。也就是说，岩雪圣城和沙铁国度，其中一个世界泡是在那次观测之后才形成的。一个世界泡变成了2个，难道另一个是长出来的不成？最让人费解的还不是这点，金平堂长老还发现，不仅世界泡的数量增加了，这2个世界泡的能量指标也增加了几乎1倍。你们知道这意味着什么吗？这意味着，并不是原本的世界泡分裂成了2个，而是有一个完整的世界泡凭空出现了。你说的对。奇怪，这完全违背了能量守恒的规则。确实，即使是在光怪陆离的量子之海中，也很难想象会自然而然地产生这种现象。没错，而且这种现象在我刚刚为你们讲述的故事里还曾经发生过一次。绮罗前辈，莫非你是指凋零之星的人们发现的那种叫做星岩的能源？根据我和尼古拉斯在凋零之星找到的资料，那个世界泡中的人们在他们的煤炭历1182年前从未发现过那种叫做星岩的物质。但是就是在那一年，当他们即将用完所有可用的化石能源时，这种矿物却在地底被大量的发现。这未免也太巧了吧！而且，这种物质内还包含了大量的能量。原来如此，又是能量的无中生有吗？等等，我大概懂你的意思了。凋零之星是忽然出现了一种可疑的新能源矿石，
然后那个星球就在这种矿石引发的大爆炸中毁灭了，而黑白世界炮则是本身就由一个变成了2个，然后就开始了原因不明的融合，这样下去也终是难逃灭亡的命运。你是想说这2者在某些方面很相像，对吗？从突然的增值走向必然的毁灭，也就是说，如果被休格斯一族称为梭的存在的确影响着这些世界炮，那么能量的流向就是这当中的规则。不过，先不论规则如何，光是制造足以毁灭世界的炸弹，亦或是制造一个全新的世界炮，也需要莫大的能量。这种能量的量级，甚至可以轻易超越大部分经历羽化的律者个体所能够输出的最大功率。而要在复数的世界炮中完成这种壮举，能做出这种神迹般事情的存在，我能想到的就只有中烟之茧，对吗？喂喂，怎么越说越玄乎了？难道在量子之海里也接触了一个茧？得，要真是那样，我倒是不怕啊。但你们总不能再感知一个 Kiana 出来吧？那个，怎么了，希儿？如果梭真的为岩雪圣城和沙铁国度制定了走向毁灭的规则，那这里的人们，应该都无法存活下来吧？喂，我们这里还站着个 Vita 呢。我只是在实话实说。如果梭真的有修改世界炮规则的全能，拥有足以匹敌茧的力量，那这2个世界注定会走向毁灭。除非……薛定谔博士，你有可以拯救2个世界炮的方法吗？刚刚米斯特林提到中烟之茧，让我意识到了一种可能性。不过，这很难称得上是具有多少可行性的方法。这个方法以前也曾经有人用过，所以倒不至于说完全不可能。我说都什么时候了，你就别卖关子了，快说吧。我正在说，你不要急。我所说的方法，是指我们可以像幽兰戴尔一样，尝试将世界炮锚定到外部的点上。当然，现在的我们并没有圣剑的协助，但理论上的确有另一种存在，能够比前文明的空间武器更好地保证自身作为点的稳定性，那就是律者。啊，我这么有能耐，怎么我自己都不知道呢？不，你不行。或者说，至少现在的你不行，不然我也不会说这很难称得上有多少可行性。你的律者核心是茧在本真世界中投射的不动点，因此也只能在本真世界中提供我所说的那种稳定性。在这边，你也需要像黑世界居民一样接触月岩，就是这种情况的一个例证。所以，想要复刻幽兰戴尔拯救世界炮的方式，我们所需要的律者全能，或者超越于一切维度，或者完全独立于本真世界。换言之，对我们来说真正有用的，恐怕只有与简等价的 Kiana 本人，又或者一位诞生自量子之海的律者。可这本身就是一个悖论，对吧？